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空间，更是客人进去之后留下的第一印象。今天这一集，我收到一位父亲寄来的一封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客厅，怎么样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加减乘除，烦恼尽除。我是王德伟，住在这里22年了。我的女儿慧萱是太太留给我唯一的掌上明珠。我心里一直觉得对她有些抱歉，没有好好打理我们一起生活的地方。我希望通过这次改造，可以给她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有个舒服自在的客厅。黄先生，哎，真的是你 Hello， morning 汉伟，你好，你好。哎，好啊，你是觉得我很好啊？你懂不懂？我从公司来这边的时候，我听说你家很乱，好像货仓这样，真的啊？哎，你不用那么客气的，可以找别人。有劳你来帮忙看看一下嘛。你的家有多脏？一点点还是很多？一点点的那么乱一些啦，一点点？一点点。你没骗我？我们去看看吧。真的吗？如果是骗我的话，我就给你一点点颜色看了。我们看看再说。真的啊？不要骗我啊！来。哦，门口已经有一点点乱了哦，一点点啊，一点点的也啊。好。那我进去了啊。OK， 拜拜。惨了，我以为他真的跑出去，不要帮我收拾了。还跟我讲一点。哎，汉伟，你真的是骗我嘞！啊，这种叫一点点乱，你好意思叫我来？天哪，你要我怎么跟你收？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杂乱的家？而且只有2个人住，又不是20个人住。啊，我真不明白。OK， 我先一样样问你了，为什么在这里会有2张书桌啊？这一边是我女儿的读书的 ，OK，study table 啦 ，OK， 所以另一边就是因为我有在家里做一些工作啦，所以那边是我的工作。他几岁啊16。他是，因为他就赛跑健将来的。赛跑。他喜欢画画。对，他有比较喜欢这些。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就会用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可以用的吗？这个可以用，不过就是丢了就再找不到了嘛。没有用到的话，接下来就变古董了嘛。所以你是打算当古董这样卖掉它的？可能有人需要的话。可能什么人会需要这个？可能电视台要拍戏的时候可以借用。你放了多久？你看那灰尘那么多哎，为什么你不要清理一下？对啊，他拍旧的戏的时候要找到有电话有灰尘不简单嘛。所以这个可能会有用到，倒是。你是做哪一行的？我是做电子啦，我现在就是有一些产品，这个卡拉 OK 的产品，所以我现在是在做测试。Hello， 这只有，那只没有，所以。Hello， 哦，你测试这些卡拉 OK 的这个麦是可以不可以用的？对，就讲它整个机、它的操作、它的功能这些。哎，我看那样东西很 sweet 的，我可以拿下来一下吗？这边写说 Happy Birthday Daddy, always push and reach your dream, don't give up。这个是你女儿写的？这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对。多小的时候？10岁吧。所以你跟你女儿关系很好？对，我们的关系都很好，而且她很贴心，她就自己在外面学了，然后时常都是给我们一个意外的。这个是小时候做的。对。现在她16岁还会这样子吗？现在可能朋友比较多，而且功课比较忙，正常啦，她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对。我看到一个，这个是老花眼镜嘛？这是放大的老花眼镜。这个放大镜啊？啊？看到吗？有看到我眼睛吗？有，点头一下。真的有啊。这个真的看得到东西吗？哎，真的看得到，很清楚哎。维修比较小样的零件的时候，可能也会用到。所以你有真的用到？最近已经好久没用了。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丢的吗？可以，舍得。那如果有人可以利用到它，那更好，那就是我最终的目标，收存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有缘人可以利用它嘛。上面这些做什么？这些纸皮？这些塑胶袋和盒子丢了就没了吗？社区也是叫我们说要做环保嘛。
所以环保就是那些还可以用的，就先把它保留住。这个是唯一一样东西，我很想跟你分享。这你跟我有一样共同点，就是我每次都会收集这些很漂亮的纸袋跟纸皮箱。只有这一点我会跟你一样，我们是 friend。这一点我跟你做 friend， 其他的没有办法。那我们合作把它清洁掉。当他跟我讲说，很多东西可以留下来，不要丢掉的，可以收起来的，我的天哪！我不明白收来做什么，因为都没有人用。再说他也没有让，就算真的有用也好，他也没有让其他人知道他家里有这么值得收藏、可以用的东西，谁会知道，对不对 ？OK， 我要打开这个神秘之门。哎 ，surprisingly 哦。没有我想象中这样乱，因为至少你会放格子，一格一格一格摆放你的东西，但是我一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插头嘞。我现在有点紧张，看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你家像五金店多一点。上面是那些器材嘛，电子像维修啊什么。这些什么东西？这盒子里面是空的。这些是硬盘啊，里面是空的吗？对，这是硬盘的盒子。OK， 你都会说。是硬盘的盒子，说于勋那个硬盘已经不在了，只有盒子。你收盒子？对。说这些你是收盒子的？对。我们是朋友，我也是有收盒子习惯，但是我没有收这个。好，再往前走讲，你是没有用电话了吗？你跟你女儿？现在都是手机。啊，你都会讲现在用手机了。你们现在还需要用这么大块的板来互相的沟通啊？啊，不是，这个白板是你要做功课的时候嘛，就是 idea 来的时候就把它列出来一下，然后等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我可以开吗？可以。啊，这个哇，这些是我们收 CD 的那个袋子。等一下，我刚才以为说是有很多 CD 在里面，是 CD 的袋子。对。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收这些东西。对。你收 CD 我还不要跟我讲这些是 CD 的盒子，这是 CD 的盒子，对。真的是空的，现在全部都是空的。OK， 这边中间还有一些是 CD 是吧？这可能是一些相片吧。可能你就说可能的。然后这些呢？这些都是买的吗？这些是以前一些工作的软件。不需要是吧？以前旧公司的。对。哎，其实CD 其实是可以拿来做一些很多 DIY 的东西的嘛。你看过人家拿来做什么吗？对，底片的话，如果会切割的话，可以做成那小花盆啊、小摆设品。还不错啊。那为什么你不要拿来善用它呢？我还找不到有缘人会用我自己的话。真的，你现在找到我就是今天真的有缘了，我来帮你把这些送给那些有缘人跟丢掉，对不对？到了一个年纪要上来不容易。来，一起来。开玩笑的啦。你笑吗？我应该笑才对。我肯定没用的手机。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电话全部是你的，不可能。对，不是全部我的。这从哪里来的？这就是有时朋友啊，有时邻居啊，还是有时旧的几个是我自己用的啊。所以就是说，他们都知道你会收这些东西，他们才给你。他们要丢我就帮他丢嘛，我就帮他解决。所以这些我建议你送回去给我们的Mediacorp。你愿意捐给我们吗？没问题。真的我代我们公司跟你说一声谢谢。黄先生。少见呢，我很少看到乌龟喜欢喝中国茶的。你为什么这个水这么黄？我一直感觉那乌龟的头想要探上来的，它就想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要救它们呢。对，我也在想办法，因为也没有时间说每一个星期都要跟它清洗嘛，所以我也在加了，准备加一个大的 filter 啊，加一个过滤这些。所以这些水是多久换一次的？1年1次？2、3个月吧。2、3个月算久的嘞。所以你要养动物，你要爱它们，你要给一个干净的环境。它们跟你不一样嘞，它们不像你这样乱，它们喜欢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个桌子是你跟你女儿家里唯一可以坐在这里聊天的地方啊。对，这个桌子的历史其实很悠久，这从我父亲以前做家事的时候就开始做了。这个脚其实是个餐桌脚。哦，是你父亲做的？对。这个到底是你爸爸自己磨出来的？不是。为什么那个 size 这么准呢？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修改了这个脚嘛，把它的高度减低，然后。这个还蛮有纪念性这些呢，我就觉得不应该丢，因为这个是一个家里的一个这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是爸爸亲手做的，这个绝对不能够丢掉。好朋友，
来，也有这有很多很美丽的。一样啊，环保的啊，纸袋我也是收很多。不用介绍，这样知道它的。但是我没有放你这么乱。这么乱。所以这些你还要吗？一些啦。一些了哈，修些比较漂亮的记号。但是我觉得这个厨可以跟他讲拜拜。然后这些箱子里面是空的。这里面就有一些纪念品啊，这些。什么纪念品？是人家送给你的东西啊？对呀。我跟他的心态有一点小小一样，就是尤其是好像外国朋友啊，还是一些朋友送给我一些小小的礼物啊，很可爱的，摆在家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你摆，因为很小嘛。但是你收着哈，有一天你就忘记，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打开说，天哪，原来我一个这么珍藏的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拿出来摆过，或者让自己欣赏过的。其实。那些很珍贵的一些，我已经其实都收藏在这个橱里面了。哪里？哪一些是你觉得很珍贵不可以丢？比如这边有一些是我们去韩国旅行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特别呢？因为全家人一起去旅游嘛。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摆设是我老婆很喜欢的，就像这个小洋娃娃，然后也是有一些是我们的相片啊，之前拍的。他离开多久了？快要1年了。1年多了 ，OK， 没事，我会把它好好的保留，而且我会特别做一个位置是放你跟你太太的东西。等一下，这什么呀？这什么呀？Projector screen。就要做什么？这 projector 吗？没有，我没有 projector。不过这 projector 就是这个就当做一个 partition 这样，很有所以当做是一个，就当做一个盖，对，就把它盖住这些比较凌乱的地方。为什么你要隔开呢？你家里常常有请客人来吗？偶尔我女儿会有带朋友来嘛，所以你遮的目的是因为不想跟他们有个任何沟通，还是不想让他们看到这边更可怕很乱？对了，就是可以隔住，至少不会一眼望过去就是那么凌乱了。但是如果你朋友来还是他的同学来，坐哪里？你还有看到我多2张椅子啊？2张在哪里？那请坐。哎，这个你请坐。原来这个是你拿来做成椅子。这个是什么来的？这是你的旧电脑，所以已经不能用的。对，而且这是有轮的哎。对，就比较容易移动嘛。我们的节目是加减乘除，我们很多东西要减乘除，但是有一样东西要给它加分，就是它很有创意，好像把那个 projector 呢做成 divider， 还有那些必要的电脑呢做成 stool 啊，这一点真的是要给它加分，很好。OK， 黄先生，你的家真的太多东西，真的堆积如山了。是，我知道，我这几年来一直收了很多东西，不过可能真的是收过头了啦。不过汉伟，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收了很有价值，收了这么久，终于能够用到了。你还认得这个？啊？哎，我鸡皮疙瘩了！你看我毛站起来，什么？亲爱的黄德伟同学说，祝新年进步，陈汉伟正，这肯定是至少20多年收，因为我的伟不是这个伟。待会我想想看，我为什么会送你这个啊 ？OK， 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因为以前所有寄信给我的影迷，我都会回他们，而且如果是新年的时候，我会回新年卡，或者是祝他们学业进步啊什么。这是我以前这样的方法寄给你的吗？还是？其实我们都是小学同学，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小1到小4，你也是在宽柔3小，所以我们是同班同学。啊？哎呦！这张我觉得收的真的是有价值，很珍贵。当那个卡拿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以前我的影迷，然后看到我的字，哎，因为我很清楚，以前我小时候真的喜欢写那个陈汉伟正。当他说他是我的同学的时候，那刹那我真的是很感动。但我很抱歉，我真的不认得他。
我觉得真的是有缘分哦，就好像监制刚才讲的，我一进来我讲说跟你很有缘分，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两个是朋友，我就这样讲，所以我们是 friend， 哦，好朋友，我们是朋友，结果最后这样子，很感动。我没有跟我同学联络，小学同学都没有，因为都失散很多年了嘛，都只有跟我中学。那天我跟我中学同学聊天的时候，他们还问我说有没有跟小学同学联络，没有，因为我完全不记得。我有我们同学是我照片吗？我也在找，我们还没找到。就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拍，一般的全班的照片。我还在这想不起了啊。谢谢你。其实我觉得有点内疚，因为一进来的时候一直叫黄先生说把不要的东西我丢掉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他收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有利用价值、有收藏价值、有纪念性的。尤其是那张我送给他的贺年卡，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要跟他李三呢好好商量，把这些全部有纪念性、有价值的东西全部保留，好好收藏起来。这是我给他的承诺。找回失联多年的小学同学，而且他还是其中一位在加减乘除里面要帮忙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缘分。我一定会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专业团队。我是林凯恩，收纳是整理人生的一种方式，开始收拾就是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是 Rex， 我相信设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好的设计可以创造出理想的空间，享受更好的人生。Hello， 你们好。哎呦，好吧，都说不用那么客气了啊。那天的得欧在这边，今天还是招待我们得欧。没有办法，没有咖啡。OK， 今天呢，我带了2位专业人士来帮你来。OK， 嗨，你们好。他是 Rex。嗨，你好，你好，凯恩。你好，你好。我很好奇你们2个对这间屋子的感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来 Rex 先说。它的整间家的采光都很暗。虽然现在是早上，可是你感觉到他家里面还是暗暗的这样子，就是如果有人进去的话，感觉也会心情沉沉的。像我这样子看的话，我觉得屋主大多数的时间会在客厅做工作，所以在主要的问题可能是规划方面，客厅跟他的工作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这样子。OK， 还有你的感受呢？就是会有一点不舒服，物品太多，有一种杂乱的感觉，一进来就觉得有压迫感。OK， 那我们现在到处看看。哎 ，Rex， 跟你聊点东西，来坐下来，坐下来。有地方坐，你不要紧张。我们来看，哎呀，来坐这个椅子，这主人设计的，你要拍一下，呀，你坐。哎，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哦，很有创意哦。主人也是很有创意的，你看这张椅子。哇，这个是蛮有创意的，只是它的造型方面可能有点老旧了，可能我要帮它再做一下一些翻新吧。我这么说，我真的很期待，我期待看你怎么把这张椅子哦变成另外一张椅子出来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张桌子，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很有纪念性的东西应该留下，因为这张桌子呢是他爸爸留给他的。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把它保留了融入你的设计里面。可能我们大概翻新一下，帮它打磨一下，可能就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桌子的。所以有办法保留啊，可以。说这里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呢？因为他在用这餐桌当成一个放东西的地方嘛，可能我们需要帮他 planning 一些收纳的地方。进来，对。那 OK， 你整个客厅从那边 L shape 过来到这边都要麻烦你清理一下。这里不是放东西的桌，只是饭桌 OK。我希望把你做的漂漂亮的一个饭厅给你跟你女儿可以在这边好好的享受天伦之乐。谢谢。OK 啊 ，OK， 那来，我们再看别的地方。姐妹们，凯恩，欢迎来到德伟五金店，是不是？你们看到电线一大堆，杂物一大堆，什么东西都有。给我的话呢，我不收拾，我直接搬家。怎么收？
在收纳之前，我想要问德伟几个问可以来题。其实你之前有尝试过收纳吗？有试过不要讲偏话，你什么时候尝试，尝试，但是没有成功，对不对？对然后你对这个空间的期待是什么？那些需要用到的就留住，那些不需要的，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清除掉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直接丢进垃圾桶，很多时候是觉得，太浪费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东西收起来，不想丢掉，是因为每次我们在丢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份愧疚感。其实这份愧疚感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丢掉很浪费，但是真正的浪费是你把不要用的东西占据你的空间，而你自己没有办法再好好的生活。OK， 最头痛的地方呢就是收纳，但是第一个步骤怎么做呢？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分类，把物品集中，然后再进行取舍。但是他这个个案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家里面有很多那种可以被回收的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一些已经没有在用的电子产品送去回收。我们可以准备3个箱子，分别放丢弃、保留跟回收的物品，就可以开始整理了。好了，我们要开始回收了。但是如果10个箱的话，我相信8个是可以回收的，对不对？其他的都是你可以丢掉的。好了，从上面开始好不好？哦，这个是什么东西？打开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没用了，这些也是很旧款的这个这个能回收吗？它是算是塑胶的性质的吗？它是电子产品，说可以回收，电子产品是可以。所以就是你不要，我们当回收。OK 你不要留对吗？不留回收中间好。哇，这个是哇，你这个什么电线的？我觉哇，那个灰尘是吓死人的。这个留的。你要哈？对，这是拿来做什么的？这个是那高清的电线，而且这条长你的，确定吗？这么旧了，等下这条高清长的很难找，对可以哈。对，这种长的比较高清否电视的啊。对。哇，这是什么？电线，这些电线全部是一样的，还会用到吗？这些都可以用。这是高清的啊，这些都是高清电视在用的，所以你需要这么多高清的时候，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看那么清楚高清的别人会有用到吗？东西。左邻右舍都在用这个高清电视。但是常常就是左邻右舍，我们一直觉得我送给你，你有用，但是我们会把垃圾塞给人家。哎，我就想讲这个东西，对你不是偏向的把不要的东西对叫邻居帮你清理啊是的哇，你很厉害嘞这一招。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有用的话，我们只保留一些，就是数量要减少，不可以全部都保留。我还打算说，哎，这个什么有宝箱呢？我以为有 surprise 啊。还是电线。你看那个粘在一起，哇，这粘在一起了，开都开不了，请问我还可以？这是什么？高清啊，给？对，哇，真的哇！你看摄影师全部在那边笑啊，真的哇！他们一讲说，哇，我家那边有那么多高清，你要这么多？你看那个纸袋都已经破到哈，你妈妈都不认得了嘞。这是电脑硬盘用的，这些可以用吗？你说真的？这些其实我没有需要，已经过时了，所以过时的东西要丢掉哦，不是每个东西像我这样过时还可以用的哦。哇哦，全部电线呢，这几个的可以留，这几个好用。全部包装美美，去哪里偷来的？我这一行啊，我在啊，对，忘记了，就这样讲那个做电子啊，从公司偷回来的。就是一些要丢了，我就觉得有用，就到时哦，你公司本来不要的。对所以你回收了公司的垃圾。一些我就哇，你公司很感谢你了，真的。我就只收几个嘛，所以也不是很多了。还差不多，你看每样几个这一堆我都要晕了。每样几个就积少成多。哇，电视是一卷比一卷大卷的，这一卷这边还有写了。啊？上面有，上面有。啊，哎，你找到要帮你对嘛，这个有找到没有宝了。你找到不是找到宝，找到愿意帮你清你的垃圾了。哎，真的要啊？你放到里面没有？拿来给他们，拿来给他们。呸！哇，他们真的要，真的是要。哎，我看下一个家哦，就是去你们两个人家的对了啊，就去你家收拾另外的人，麻烦不要再找我。这是买的就是那个摄像头，摄像头，很老。看起来还蛮好的哦。请问 cameraman 你们要不要？要这个要，这个你说嘛？要这个，哎，这个可以用吗？老实话讲，你们的经验可以用啊，哎，像我这个我留给他们。我们花了45分钟才做这一边呢，另外一边哦一样，看全部交给你，全部都是电子产品。一样的。OK，你看单他这个家，我们总共这个节目哈会有8集的，你这个家可以做8集，单单这堆东西电线就够你做了。这
个呢？哎，你看我来他家看到的时候，这是哇，我看到其实我蛮开心的。好经典哦！很经典，对，你是哪个年代的？我也是这个年代走过来的。啊，是哦，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我反而觉得这一堆哦，给我来讲，反正我不是很舍得丢了，因为它有一些纪念价值。可能我觉得我们先暂时留着，你选等一下我们才来做筛选。选几个来做筛选，然后做一个纪念。凯恩来到这个地方呢，我自己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有同样的嗜好，就是收集，当当，纸袋。对对对，纸袋是每个人家里的大魔王，因为你去到所有的个案的家，都会有这一个种类的东西。环保袋我是支持收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就会拿很多环保袋回来，我们以为我们很环保，但是我们常常是拿回来没有用，真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把环保袋拿回来了就要用。你可以在包包或者车上放一些环保袋，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拿到。而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小来设定收藏的数量，同一类型的环保袋最多只能保留5个。不要收藏太多的环保袋，因为这样会变成囤积，占据了空间。我一直相信每一件物质，每一个主人收任何东西，背后一定有他的故事。为什么会把你跟你太太的照片都放在这里呢？这是一些回忆嘛。哇，这张是你们2个人的结婚照嘞。你看那个灰尘，你多久没有这样看这张照片了？很久没有。他做过什么东西让你很感动？他对我的父母亲啊，服侍我父母啊，照顾大家人。他工作忙，没有的休息，还要找时间和我父母交流啊。他真的是付出很多了。我觉得有时候收拾一间房子同时你也收拾你的心情，真的。还有你的人生所有经历过的事情。你觉得如果像这样情形，我应该怎么收纳这些东西呢？纪念品类别，我们常常是把它放到整理的最后一部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就整理有关回忆的东西，可能打开一本书或者一个相簿，我们就会陷入那个回忆的漩涡里面，然后你半天你就爬不出来，然后就完全就是整理不了。没有收到，还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方法错误，所以他觉得说，我整理纪念品已经整理不到的时候，我就不去整理其他的东西了。OK， 我们开始收拾了，因为只有留没有遗弃的东西哈。这个家呢，我觉得最容易打扫、最容易收的地方，应该就是他女儿这个地方。我大略看了他的桌子，可以分成3个类别的物品，它会是书籍、文具跟摆设品。剩5项而已，其他的都丢掉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需要很多东西，但是根据一个82法则，我们只需要28%等一下，的东西。什么叫做82法则82法则是一个定律来的，88%是我们没有用到的东西，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东西其实只有28%，你就足够生活跟生存了。真的，哇！你看表情，听到82有88%丢到会疯掉。好啦，我们慢慢一步步来。前面这1-2项我觉得还 OK 的，来到这一个。情感对，所以这个要怎么取舍，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们在筛选过程中，其实可以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个是现在的你有没有在用这个东西，而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所以主角生活是你自己，而不是这个物品。所以总的来说，基本上这个是完全没有用到，因为不可能用的嘛，所以这个应该完全丢掉。可能他觉得说，里面有一些是有纪念价值的东西。这台是我女儿的第1台吧？你女儿的第1台电话 ，OK？ 这个配角呢？这台配角要 ，OK？ 为什么要？因为这台配角其实是我在用的，就在还没有电话之前。OK， 合理，可以，对吗？你 OK 吗？你的嘴巴是好像很sad的嘴巴，你不用笑。OK。这一袋东西，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对呀，这个是旧的，这样。真的有用。
为什么没有留意的情况之下，突然间这些东西又回到你的家回收了？这个其实就是当做一个纪念，本来是想，因为这种插座已经没有再用到了嘛。你要纪念的是什么？因为我都是从事这一行业，电子这一行业嘛，所以这种不同的插座啊，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事业上不同的阶段。从他留下很多东西背后的理由，就可以看得出来，德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于很多物品就是很执着，没有办法丢弃。这个也是很多人面对无法整理的一个问题。不要了的是吗？要可是你要这么多吗？很多那些就丢了，这几个我觉得我可以用，或者我可以拿回公司那边也是很可以用。但是你放多久了？应该有放整1年吧。所以我说啊，真的嘞，德伟跟汉伟哦，两个都是不只是小学同学，而且一样 drama 嘞。我演我的戏，我 drama 我的，他也是想 drama， 看那垃圾丢掉，还这边依依不舍。我在想，如果我们这样回去啊，分分钟啊，他会流下泪，你不一定啊。我们会让他慢慢进行物品的筛选，他必须要慢慢去练习这个动作，才可以慢慢去适应，说他知道哪一个是他现在需要的跟不需要的东西。OK， 最后的整理 ，You can do it。其实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收集电子垃圾的回收桶，只要好好的处理呢，这些废弃零件还是可以重获新生的。像这个是我们的初步的设计图，主要的设计是以轻工业为主。轻工业哦，我知道为什么给他这个概念了，因为他家里很多电线，像五金店。我那时有发现到德伟的个性是比较务实一些的，可能他会不太喜欢太花俏的设计，可是其实我们有注意到他女儿的一些用品啊，跟颜色方面哦是比较有个性的，可能有点酷酷的感觉，所以我们可能会使用这种轻工业风，比较简单，可是又不失个性的设计会适合他。拿着这个椅子呢，他说环保哦，反正都是他不要了，我们就不让环保，不要浪费。还好，谢谢他们帮我费努力，终于找到有人可以利用它了。对于什么都舍不得丢的德伟来说啊，要下定决心大扫除，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做到了，我们的团队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努力和付出。尽力为他改造客厅，让他和女儿重新有个舒服的生活空间。OK， 现在我们要找就客厅的主角，就是沙发，对吗？其实对他家的设计的话，可能我们要找的是不同区域的椅子。哦，这个沙发我可以顶小小的要求吗？就是我可以不要长的沙发那种，不过可以放一些椅子嘛。为什么？因为这个长的沙发很舒服，有时我们坐下去就把它当做睡床，就躺在那边睡觉。对了，既然他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去找他的椅子啊、来，过来，你坐看，还蛮不错的，有老板的老板的架势哎，来，你试试看这张。哇，这张肯定睡得着啊，很舒服啊。这个很宽敞。哦，喜欢吗？好，而且它的颜色其实会突出那个设计的效果。OK， 就这2张。好，现在就要选他的办公椅。其实这张觉得很不错的，第一眼看了就觉得。真的吗？这个椅垫呢，很舒服啊。哦，真的，它后背这边也是有那个垫，也是好像很舒服哦。你喜欢这张啊？不错啊。那好，老板，这张椅子呢，将就是你的椅子了。哦，来，现在慢慢搬回去吧。这次是要找圆的餐桌吗？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试一下长形的，它的空间会更宽敞。我们分头找找好不好？Rex， 一样的。看了几张翻桌以后呢，其实我蛮喜欢这张的设计，简单大方而且实用，对吧？
像我们的设计，对，也是有一些木的元素在里面，这个深色的会蛮适合它的设计的。也有大方又好看，满意吗？满意，不愧是设计师。那我们就决定用这张了，买这张了，好不好？好。Right， 为什么会有这幅地图的？这个地图其实是我们想要给他的惊喜，什么惊喜？因为他其实都有讲过，他会标记跟他女儿去过旅行的地方，所以这次我们就想要在这个客厅做一幅比较大幅的。OK， 请看。哇，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真的没有想到嘞，这么漂亮。哎，整个家好像重见光明的感觉。你看那乌龟就特别兴奋，你看跑来跑去，多么开心。因为我一路来，我看他装修的时候，就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嘛。不过真的没有想到，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哇，真的是一个惊喜，是很感动，对，一个很温暖的家，真的。Rex，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颜色搭配？像这种木纹啊，跟这种石灰的感觉哦，是轻工业风主要的元素，所以我们跟一些亮的颜色做搭配的话，就会带起那个感觉。像这个区域的话哦，主要是女儿的区域，是她的书桌啊，一些储纳的空间都会在这里。那我的书桌在哪里呢？其实我有做一个小惊喜给你，这个书桌是可以推出来的。哇，哦不错哎，很聪明啊，可以省位置哦。喜欢吗？喜欢。好，特别好，哎，这个 idea 我很喜欢。对 Rex 为什么会打造这个经理的造型？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他的小天地这样子，比方讲这些哦，他可以跟住他的那天心情和想要摆设的东西，他可以这样拿上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做运用。可以拿开的，哎，不错啊。所以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怎么摆设、放什么位置都可以。哈，我真的要给 Rex 一个赞赏了，为什么呢？他真的对你们家里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了。还记不记得之前你的家里的那幅地图摆在哪里？在这个墙壁嘛，进门的我都没有注意到了，他注意到。现在变成一个3D 的地图。所以是真的，之前你们俩父女都在家里都有聊说，哎，要去哪里？对，我们每次去了那里回来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个标记，这个是我们到过的地方，这个只是我们会再去的地方。希望你们每一年都可以去到你们要去的地方，好不好？像这个区的话，就是一个休闲区，他们两父女可能平时假日的时候可以坐在这里聊天，然后可能有客人来的时候也可以在这边会客这样子。还有我的 CPU 椅子呢？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带进来，现在。哇，哎，是有加木条的吗？对，我们加了一些小巧思的设计，再加一个弧线，对，加了这个圈，加了这个垫子。来，两父女坐一坐看，那感觉如何？怎么样？啊，这比我那个枕头好多了。好多了啦！之前你乱摆几个那种旧枕头，然后又会掉到地上，对不对？现在很舒服哈。对，真的很舒服。这整个客厅呢，这个地方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爸爸需要一个工作区嘛，然后之前在那个地方又脏又暗又窄哦，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说说你的设计概念好吗？我现在是想要给他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区域，让他有很充分的空间可以做他的事情。像这个我们做了一个L 型的桌子，这边可以让他做一些东西，那边可以放他的电脑这些。怎么样？喜欢吗？真的很喜欢。就来装这个厨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多的储藏空间，而且这么漂亮。你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把你东西收得整整齐齐的。只是有时候怕太整齐掉，找不到我要的东西。主要你要弄乱一点啊，你慢慢等，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哇，这才叫做饭厅跟饭桌。像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小巧思，你这里可以打开来，里面可以放一些大型的杂物啊，那些有必要的东西。真的，以后不要摆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好好的两父女跟朋友坐在这边吃饭聊天，对吧？是真的一个很温馨的这个饭厅，吃的时候也觉得舒服。所以现在怎么样好好的收纳起来，就要靠凯恩了。凯恩帮忙，快点。现在进入收纳环节，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收纳文件，然后我们要确认，就是你可以把它分类好，可以用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这种 file 咯，你就买白色的，
所有东西你统一颜色的时候，那个视觉干扰会少了，你会看到舒服的。因为当你看一个区块，它有5颜6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杂乱。对对对。白色你会说，哎，如果你看不到内容呢，你可以就是用这种万能夹，把它夹在这个包上面。比如说工作的，我可以放成是红色，然后账单我可以放成是青色，然后私人的文件我可以放成是黄色等等。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颜色的，我们就可以放一个前一个后，你就知道说中间的所有的那个包都是属于这一个颜色类别的。哎，那有些文件我没有这个文件夹的，要怎么样处理啊？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夹的话，你可以用这种透明的，透明的也是一样用颜色去区分，然后你可以拿颜色纸放进去。把它做成封面，然后你抽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 file 是什么类型的文件，然后用这种文件收纳盒把它放进去。这收纳盒也是可以。对，收纳盒一样也是刚才的原理，你就可以用夹子跟那个颜色纸去区分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在家，你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请家人去帮忙你。我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文件，是哪一个？就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当我们收东西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懂，那个才叫收纳，是别人也知道我们的收纳方式跟地方。这个不错，我喜欢这个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是分类书本，书本可以根据那个书本的种类去分。然后我们再分尺寸，比如说它有一系列的笔记本，笔记本是一个种类的书籍，然后我们就可以分尺寸大小，从小排到大。哦，大本的可以先放后面。然后我们也是要用这个挡书架来跟它区分，对吗？对，我们用挡书架去区分。现在就是这一箱，哇，这箱就是它的宝贝啊！我们为了这几项东西烦恼了很多天的，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工具。这些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还是都必须要摆在外面，你随时可以转身就可以用？没有，这些都是需要才拿出来用，因为这是测试的时候才。在收纳比较零散的小物品时，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进收纳盒，然后再放到橱柜里。比较大件的物品，我们就直接放在橱柜里，方便要用的时候取出。从开到现在，我们已经把该储藏的东西都摆放在该放的地方，然后该摆设的东西也好好的摆设起来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他女儿的那个读书的桌子，对吗？对。很明显的，女儿的东西呢比爸爸的少很多。她是主要是喜欢画画，对不对？所以彩色笔这些都是你最主要的一些文具吧，哈，对吗？对。所以要怎么处理这一块？所以文具类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工具去收纳。这里我们有小抽屉，它常用的文具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工具放在抽屉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一些常用到的笔，以那个物品类别去放，然后笔类的我们可以放中间，然后你拿的时候就很简单，然后你要补充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哎，你缺少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一些比较大盒的，我们可以就直接放进小抽屉里面。那这些剩余的彩色笔要怎么处理？剩余的彩色笔我们就可以用这2个收纳盒，你就可以把同类别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记得笔头你可以像往下放，因为那个墨水会导流。要往下放。对。所以这些是要把它摆在外面呢，还是要把它摆抽屉里面的？它常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摆在外面。所以要摆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就摆在说你可以容易拿到的地方。比如说是摆在这边是吗？对，可能依据他的那个生活习惯。在摆放桌面上的物品时，我们尽量保留58%的空间，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桌面上的活动，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杂乱。一开始的时候，德伟完全不舍得丢弃任何一样东西，到现在他终于懂得什么是舍跟捐出去，这应该是他最大的进步。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坚持维持下去，而且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得到。以前我觉得收纳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收，
东西越收越多，又不会丢。不过经过专家的指导，现在我知道了，只保留需要的东西，其实收纳也不是那么难。我很喜欢这个新的客厅，因为我有自己的空间来做我自己的东西，像做功课还有画画，因为我喜欢画画。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真正的大扫除，不只收拾了我的家，也收拾我们两父女的心情。我很感谢加减乘除，帮我们的家加了温馨，减掉了烦恼，把尘埃和杂物一并去除。All the love and memories that these walls can hold. This place, it finally feels like home.